骗了。或许芙蓉膏根本就没有被还原出来。要是配方不对的话，那咱们的原材料完全不能用啊！是啊，你们给我听清楚了，芙蓉膏出问题的消息千万别传了出去，必须要给我封锁起来。是。还有，挖地3尺，也要把顾海棠给我找出来。是，老爷，胡老板来了。是胡老板呐？是老板。这还没到交货日期呢，这么早来视察工作啊？您放心，这批货我绝对少不了你的。石老板，这次你可自作聪明了。这次我给你介绍一个大老板啊。大老板？什么大老板？就是上次买你那个芙蓉膏的，我可是跑腿的。石伯父，朗月轩，别来无恙啊！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出钱，您出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胡老板，我听说咱们石老板的芙蓉膏好像没有神奇功效啊？那是货不对版啊。那您是老生意人了，您给我讲讲，这要是不对版的话，我应该怎么着啊？合约上不是都写明了吗？凡是货物上这个有质量问题的，哎，一律退款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要求施老板赔50%的违约金呢。叶轩啊，距离交货的时间还有10多天呢，你怎么能够肯定到时候我交不出芙蓉膏呢？因为我知道，您10天之内肯定找不到顾海棠，而且我还知道，您就算找到了顾海棠，他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芙蓉膏的配方给你。朗月轩呐，你好样的！这盘棋你下得不错啊。石伯父，你先别着急夸我，这盘棋啊，还没下完呢。胡老板，咱们定金交了多少来着？20根金条啊！啊，20根金条，加上违约金的话，哎呦，这样吧，我给您打个折，100根金条。你，我开个玩笑，石伯父，我知道您倾家荡产才进的这批原材料，要不我们搬点原材料走？你们谁也不许动我的原材料。好，好，好。不过这件事情，您跟我说了都不算，咱们还是法庭上见吧。不要害怕，我是不会伤害你的。我那么爱你，怎么会伤害你呢？是不是？但是，我也不愿别人来伤害你，所以啊，你待在我这里才是最安全的，是不是？海棠，你把我的脸治好了，现在我也能够配得上你了呀。你为什么还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呢？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帮你把那个朗月轩给赶走，好不好？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相亲相爱，一起生活，一起打理朗家的生意，你说好不好？啊？朗月轩都这么对你跟你的家人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啊？啊？好，逼我是吧？啊？你看，那是什么呀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是我们工坊里面清洗蒸馏炉里面锈迹的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与其说是清洗锈迹，还不如说是腐蚀。你说
他都能把锈迹给腐蚀得一干二净，这要是倒在朗月轩的脸上，又会怎么样呢？啊？哥，你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哎，朗月明，你疯了！是，我疯了。你的存在早已把我逼疯了。你别这样，你要是有什么话的话，我们俩可以单独聊。你先把刀放下。你放心，我怎么舍得伤害他呢？今天，我只是想跟你算一算旧账而已。好，好，我跟你算账。我一直把你当作亲兄弟看待，为什么我什么东西你都要抢？我从来没有想跟你抢任何东西。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，我才会跟施纪周合作。现在好了，我被施纪周利用了，郎里春也被我搞得乱七八糟，就连我最心爱的女人都不拿我当回事，整天说要跟你在一起。这下外面的人又可以说我不如你了，你是不是很高兴啊？啊？你不应该这么想。从来没有任何人把我们俩做什么比较。不需要比了。现在我一无所有了，我走投无路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样，你怎么样才能舒服一些？怎么样才能把海棠放了？你告诉我，我照做就好了。这里有2个瓶子，一个装的是硫酸，一个装的是水。你任选一瓶倒在自己的脸上，如果是水，我就放了海棠；如果是硫酸，那就是天意了。好。不过你要保证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你要马上放了海棠。我保证。你没事啊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海棠。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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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爷回来了。够不够啊？我让厨房再做点儿。爹，你怎么弄得这么狼狈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们被困在昆阳城外，一直没有机会进城。如果不是全叔，我可能就没机会回来了。全叔为了救我，在最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。老爷，
保重。全叔，全叔为了救我死了。全叔在郎家兢兢业业，一辈子无儿无女，将他的牌位列入郎家祠堂中吧。这也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了。知道了，老爷。我离开的这段日子，我相信家里一定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是吧？老爷，你离开不久，因为资金周转不足，工坊一直停工。月明担心长此以往会影响郎里春的生意，所以他逼不得已接受了世纪洲的援助，以为缓过这一关之后再从长计议的。但是月明他没防住世纪洲，让他钻了空子。我知道我一走，世纪洲一定会对我们郎家动手。好在，我及时同月轩通了电话，得知了详细的情况。利用世纪洲的贪心，将计就计，才得以反败为胜。只不过我千算万算，没有想到世纪洲竟然会离间海棠与郎家的关系，利用你来对付我们。海棠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老爷，您回来就好。海棠只求您能给我一个真相。原来您根本就没有相信过我，是吧？月明，这次的事情我对你太失望了。你急于求成，为了证明自己，不惜出卖郎里春，出卖我们这个家。我出卖这个家？这个家里的叛徒不止我一个吧？您什么事情都瞒着我跟我娘，您居心何在啊？还轮不到你来质问我。你们都少说一句，老爷，这事你确实不应该瞒着月明的。月明他知错了，他一直在想办法补救的。娘，我没错，他什么事情都不相信我们，却愿意相信一个养子。你说我怎么放心把这个家交给你呀？你差好远呐！做一个商人要有德行，做一个人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好，那您告诉我，我比朗月轩差在哪儿？你的心胸狭窄呀！你把自己的失败和不如意都归咎于他人，你从来都没有面对你自己。您撒谎！不是我不足够优秀，而是朗月轩就是您的亲生儿子。你说什么？谁告诉你的？娘，是世纪洲亲口告诉我的。您糊里糊涂的跟爹过了一辈子，却还把一个野种当作是亲生儿子一样对待。哎呀，月明，世纪洲是骗你的，他故意这么说是为了挑拨咱们家。那个情妇叫胭脂。娘，您自己好好回忆回忆，20年前的这个时候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爹，我哥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说呀！您说话呀！够了，月明。没错，月轩是胭脂的儿子。这个秘密我隐藏在心里已经太久了。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把这一切都跟你们说清楚的。娘，您看，他自己都承认了，真相大白了吧？老爷，我为朗家做牛做马，没想到你欺骗了我一辈子，你欺骗了我作为一个女人最柔软的情感，但我仍旧把月轩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当成自己孩子来爱护。是老天让我还债，还是有意惩罚我？什么惩罚呀？其实他心里面根本一直住着那个叫胭脂的女人，对他的想念和亏欠，变成了负债，都还在朗月轩身上了。闭嘴！我闭什么嘴啊？这个家里要是没有你的话，哪会有那么多事？你刚才干了什么？你自己不知道啊？好了，
现在什么时候了，还在窝里斗？窝里斗？要不是你之前付下的这个感情债，我们家会有朗月轩吗？我的脸会被他毁了吗？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！你的心里永远都装着这些仇恨。无论如何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有什么说不开的？又不是你的糊涂，咱们朗家会走到这个地步吗？啊！如果不是因为你，玉明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？如果没有月轩的话，没有那么多如果。我现在只祈求你们，我们能够一家人拧成一股绳，渡过这道难关。老爷，不好了，那个世纪洲闯进来了。世纪洲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朗思年，你居然还活着！你那么惦记我，我死也得让你作伴。大难临头了，你嘴还那么的硬。哼哼。顾海棠，我要问你，芙蓉糕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要搞清楚，朗家的人是怎么对你的，我才是真正在帮你的。你住口！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五娘的死就跟你脱不了关系。哎，你可不能颠倒是非，冤枉好人呢。这一阵子，我都是一心一意的在帮着你们顾家，让芙蓉糕重见天日啊！你只是把我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，就是因为你的贪得无厌，所以你才落得今天的下场。石纪洲，你都已经穷途末路了，你来这儿干嘛？别以为你们用了一个小小的计谋就想把我给扳倒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郎思年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现在就要让你知道，朗家是怎么毁在你的手里。当然，最主要还得谢谢你有那么个好儿子。看清楚了，这个房契现在在我的手里，啊？我才是这座宅院的真正主人。你这个逆子！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，如今昆阳城里城外的官兵，全都和我里应外合，由我掌控了。郎思年呐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我就是要击倒你。我要看着你们朗家的人一个个居无定所，颠沛流离，有如丧家之犬。我就给你们1天的时间准备好，明天一早，我会准时来收回这个宅院。石纪洲，你以为一张房契就可以扳倒我吗？你说的对呀，一个宅院当然是不够的了。我要你失去的是整个朗家。月轩，有一笔账，我劝你跟你爹娘算算清楚啊。要算账也是跟你算，你别想在这挑拨离间。哎，你先别急呀，听我把话说完，说不定你有兴趣知道呢。石纪洲，祸不及妻儿，你我之间的恩怨，我们单独解决。可惜呀，这就是关系到你跟我的妻儿啊，我怎么能不当着大家的面给说清楚呢？石纪洲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郎太太，这就要问你了，当年你对胭脂做了什么了？月轩，有笔账，我劝你也该跟你爹娘算个清楚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娘究竟是怎么死的？就是这个女人，就是她，当年亲手杀死你娘。还有你这个亲爹，居然帮着凶手隐瞒了这么多年。月轩，你娘死得好惨呐！你说这笔账，该不该算清楚啊？当年，朗老板跟一个家里头叫胭脂的丫鬟要好，
但后来迫于朗家的压力，无奈只好娶了朗太太为妻，而这个可怜的胭脂丫头，却被朗太太私下赶出了朗家。殊不知，当时这个叫胭脂的丫头就怀上了朗思年的骨肉。我想你们应该能够猜到了，朗思年的这条血脉，究竟留在了谁的身上？后来这个胭脂就带着身孕，嫁给了我。月轩，要不是朗思年当年硬要把你带走的话，很可能你现在就是我的儿子。石继周，你闭嘴！这是我的家事。怎么，老板，你敢做不敢当吗？要不是当年你一直背着我跟我的女人私下来往，让朗太太知道了之后，一怒之下就动手杀了胭脂。她以为这件事天衣无缝，却没想到被我目睹了一切。月轩，你看好了，这就是当年朗太太杀死你娘的凶器。你自己看看他们两个人的样子，难道你还分不出来我说的是真是假？哼，你说，这个仇，你是不是应该跟你爹娘算个清楚啊？明天一早我就准时来收回这个宅院。今天就是你们在这个宅院里共享天伦之乐的最后一夜了。爹，老爷，老爷，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爹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老爷，爹，石继周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？你想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？月轩，海棠，是时候把真相告诉你们了。当年有一次，我到外地办货，回来才知道，胭脂已经被赶出了朗家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嫁给了昆阳城最好的男人，却没想到一切都是噩梦的开始。这个男人，他根本不爱我，他的全部心思都在那个丫鬟身上。春燕，自从我跟你成亲之后，我很清楚自己是你的丈夫，但你的心却时刻都在他身上，这个才是真正折磨人的。我恨透你了，我要断了你们之间所有的念想，所以我逼着胭脂嫁给了郎里春的伙计石继周。太太，有件事儿我得告诉你。说，今天我在街上看见老爷跟那个叫胭脂的姑娘凑一块儿去了。这事不要声张。您息怒，我今天跟您说完后，保证这事儿烂在肚子里。下去吧。是。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从前在朗家勾引老爷，现在嫁了人还不守本分。我这就找你的丈夫，让他好好管教你。走，不是这样的。走，太太，走了，对不起，太太，放手，放手。
是我不好，我因为嫉妒，我就错手杀死了胭脂。这个家弄成这样，都是因为我。月轩，对不起。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？你可是我从小最亲最爱的娘啊！月轩，你也是娘一直疼爱的儿子。娘，那个怀胎10月把我生下来，我应该喊娘的那个人，早就不在了。我甚至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。真的对不起，月轩。错在我，一切孽缘都是因我而起，害你们2个孩子失去了至亲。老爷，您这话是说，我爹的死也跟这件事情有关？我赶到的时候，胭脂已经断了气，她的脸被划破，头受了重创。我让全叔找来当时最负盛名的化妆师顾顺奇，就是你爹，来帮我整理胭脂的衣裳。我想能够让胭脂好好走完这最后一程。这件事我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，所以我让你爹替我保守这个秘密。你爹的手法是出神入化，胭脂就跟活了一样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石继周盯上了你爹精湛的技法和他手上的芙蓉膏，石继周觊觎你爹的配方。所以在我离开以后，对你爹威逼利诱不果，便设计将你爹囚禁起来。那我爹到底是怎么死的？那天回家以后，尚师傅过来找我，他告诉我，月轩是我的儿子，我就马上跑去找石继周。当时我见石继周正追着顾顺奇和月轩出去，于是我便马上跟上。哎，等等，老老板，我先给你看一样东西。这个发簪，你认得出来吗？我跟你说个有趣的故事吧。胭脂就是朗太太杀的。你说，如果我把这只发簪交到巡捕房，会怎么样啊？不过你放心，我呢，不会闹得两败俱伤的。我跟你商量个条件如何？就是这样，我和石继周谈好了条件。他把春妍杀死胭脂的事吞回肚子里，我也不提他杀死顾顺奇的事，而且我还给了他一笔钱，然后把月轩带回了家，从此跟他断绝了关系。这个孩子，从今以后，他就是你们朗家的养子。今天所发生的事情，
我发誓，我绝口不提。我希望你也一样。石纪周就是拿着这笔钱，创办了诗航路。我爹明明是去帮忙的，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海棠，对不起。知情不报，就等同于帮凶。海棠，月轩，好一个真相大白，简直就是一出闹剧。你们不觉得可笑吗？月明，你就少说两句。我为什么少说两句？你们做了这么多错事，还受到别人的尊重，而我呢？我错在哪儿？你们却要这么指责我，我才是最无辜的那个。爹犯下的错，会用后半生来赎罪。月明，我希望你能放下成见。无论朗家跟朗里春今后何去何从，你要立下遗嘱，朗家的一切和朗月轩无关。你疯了！我没疯，我只想拿回本应该属于我的一切，哪怕朗家成了一个空壳，也要给我个公平的说法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怄什么气啊？这个家有我没他，你们自己选择吧。月明，难道在你眼里，我们父子俩的情分，还不如朗家这一堆烂摊子吗？对不起啊，海棠，是朗家愧对于你。你别这么说，这不能怪你，而且你也是受害者。要不是当年我爹包庇他，就不会发生这一切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我爹为什么处处受制于石纪周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你爹的身上背负了太多家族的负担，而且他不希望朗家承受任何的污点，所以他选择了沉默。是他的懦弱，是他的自私，才让你爹和我娘死得那么冤。我觉得我以后没有办法再面对我娘了。不对，我现在应该叫她一声朗太太吧。月轩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会在你的身边陪着你。我不希望你以后的生活里面全部都是恨意。其实我想过千万种我爹去世的可能，但是今天我知道事实之后，我觉得这一切实在太荒唐了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件事情竟然跟你娘也有关系。这一天，你接二连三的受到打击，我明白你的心里面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的。好了，月轩，你别想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说不定睡醒了以后，
明天心里就舒服点了。好，今天也不早了，你就在这儿睡吧。记不记得我们成亲那晚，你喝了很多酒，装作喝醉了，你一句话都没跟我说。我知道你怨恨我，但是当时都没有考虑那么多。一个女人能够嫁给她想嫁的人，一辈子的事情，就算是完成了一半。所以，就算你整天对我发脾气，我都没有放在心上。我以为时间可以抹平一切。1年、2年、3年，一转眼20年就过去了。我想不到，这个心结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开。非但没解开，还越陷越深。你告诉我，还能不能解开这个结？你的心里面带着这个人如，跟我过了20几年。我觉得你的心里还有别人。庆幸我终于一生同你做了20几年的夫妻。别的事不知道的是，我们只是表面上的夫妻。我是夺你所爱，但是我也将自己最宝贵的年龄交给了你。我们大家都回不了头了。如果不是世纪洲将你做的事情揭露出来，我想我应该还是会坚持我以前的想法。只不过我对胭脂的愧疚会深藏在我自己的心里，而后来这份怨恨转嫁到了你的身上。我也没有想到胭脂，她就这样死了。胭脂走后，却成了我们2个人之间的魔障，将我们分开了。我之所以没有把这些告诉你，我只是想保护你。这个大秘密憋在我心里面真的好辛苦。你不知道这么多年来我是怎么过的。我也明白了，我一闭上眼睛就见到胭脂的样子。我知道我怎么做都无法弥补了。一辈子的幸福，对一个女人来说太宝贵了。我不敢用这份筹码去赌我的一生，所以我一直都不敢放松精神。看着孩子们一天一天那么长大，我真的希望自己可以打平一场，将所有一切都忘记。我只想记得你越明越炫。
不起，让你承受了这么多痛苦。对不起。老爷，我想将胭脂的牌位放在我们郎家的祠堂里面，作为对胭脂的一点补偿，可以吗？好。